你们所谓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啊，就是画廊自己亲手吹大又自己搞砸的一场庞氏骗局而已。12, 11, 10, 9, 8, 7, 6, 5. Hey yo, welcome to Panaverse， 是关于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画家杨力。OK，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佩斯画廊在上个月的时候宣布说，他一次要开除50位艺术家，可以说继霍肯尼死掉的那一段时间，不亚于他影响力的艺术界的一个新闻。佩斯是什么？佩斯是国际5大画廊之一，4大画廊或5大画廊，这2种说法都有。你应该想要了解是佩斯的咖位到底有多高吧？各位，我打个比方去理解，简单的说，你就把一家画廊的咖位比喻成一栋大楼的高度。为什么我用大楼来比喻？是因为随着画廊的买卖，它可以帮作品有抬价这样的动作嘛。那一般台湾的画廊呢，他们的能力呢，就像是一个4、5层，顶多到11、12层这样子的住宅大楼的等级。那佩斯能帮你抬的价格的等级，就是像101这样。比如下一步，佩斯要跟杨力合作了，那大概我的作品涨个20倍都不是问题。我们都不讲其他历史定位哦，就是他在抬价的这一块能力，他到底有多高？佩斯呢这一次的拜尔的行动啊，可以说非常的不正常。那这也让原本就哀嚎遍野的艺术界，大家都哀叹赚不到钱的艺术界，更加哀嚎遍野。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哦，就是说画廊跟艺术家他能不能开除？他不是不行，只是方式不是这样。至少以前的画廊方式不是这样。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呢，有3个值得拿出来讲的点。第一个点就是数量与名单，一次来50个，这50个艺术家他都不是阿猫阿狗，不是像开除50个员工这样这么简单。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会说，杨力一家企业为了降本增效、减少开支，开除员工，这不是一直来都很正常的事情吗？这一次这50位艺术家，某种程度上，台湾只要出1位，都会被捧为李安、王建民那个等级。而这样的艺术家，他一次开除了50位。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他这个决裂的方式是极其罕见的。以前的画廊有没有跟艺术家解约、切断联系？有，不罕见，但是他们的决裂方式多半都是默默的分手。我们只看过一个画廊去新签艺术家的时候会锣鼓喧天，但是我们从来不会看到他们开除艺术家的杀声震天。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做？是因为你以前跟我买画，你把你的一部分的钱交给了我，你是藏家，那我把东西推荐给你，我会对这个作品负责嘛？这是画廊干的事情嘛？那所以你这种分手还不选择用善终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够触霉头、够损失信誉了，那你还用锣鼓喧天的方式，就更不寻常了。这件事情对于市场打击的剧烈程度到底有多大？以前的情况默默分手，只有人家问才会提起哦，你们已经这个不再合作了。那这画家的价格会不会迅速崩盘？不一定。可是你看我前面是不是讲，画廊假设是一个抬价的一个机器的话，我突然间宣布我不跟你合作，这种断绝关系、这种抛弃式的方法的话，有点像是一个人被抬到101上面，然后突然只剩下你一个人空荡荡在400公尺高空往下坠，它会造成一种断崖式的这种雪崩。那你刚刚说以前的画廊，那以前的画廊是怎样？当我们讲以前的画廊，当然啦，是这一次50名开除事件前的画廊长什么样子。那个画廊世界是由卡斯特里所创造的那个范式所带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画廊主呢，他是一个发掘者，他是一个需要在一堆这种玻璃珠当中挑到宝玉的人。那他来之后呢，再用他的方法去盘活它。那甚至这里面暗含着一个精神，就是画廊之于创作者是一种含情脉脉的支持，我陪着你一起成长，我帮你打理很多大小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一个做事态度。所以等于说，在佩斯这件事情以前，画廊界的很多分手，为什么是用我刚刚讲那个方式处理？因为在那之前，画廊理应是一个支持者。那在这个佩斯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之后啊，可以说是为业界开了一个
很糟糕的先例。可以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这无疑是一个梦碎了的代表。因为嘉信长，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台湾，有很多艺术家会觉得，哦，天哪，我们待的环境好糟糕哦，国外才很棒，然后国外很专业，国外多美好。但是呢，其实这里面有个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都在讨论这新闻，但是真正反思画廊的人是少之又少。很多人都在说啊，你看艺术家不行，你看这艺术家是水货，但是就没有人在反思画廊。可是为什么要反思画廊？应该这样讲，在这里面这个价格很多都是他抬的，而事后抛售的时候也是他决定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这些创作者还是在做他们的事情。那到底是什么在起变化？那在这边我们其实要先提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画廊的核心能力？作为一个画廊主，什么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熟悉我们的朋友就知道，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所谓最理想的画廊主那一期，讲到卡斯特里，他厉害的点在哪里？他首先先开启了一种范式，这个范式就是他开始会横向的去连接很多其他的资源，然后进而来照顾他自己的艺术家。他会联络策展人，他会联络学界，他会联络各种展会的人。OK， 这是他的能力，这是他开创的。我们必须要讲，像卡斯特里这样子的人啊，第一个他需要具备非常独特的眼光，他需要有挑人的能力，他绝对不只是说把艺术史背熟，满嘴这些艺术史名词就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这种能力对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再加上你要把这件事情做成，本身需要非常多的机遇，非常多的运气，还有更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啊，真正的画廊主啊，他们本身的角色或他们做事的方式，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更像一个革命者，而不是军阀。你懂我意思吗？革命者是带着一个理想，去把事情做得比现在更好，甚至做着一件更不一样的事情。但军阀所思考的永远是我这个地盘的老婆孩子热炕头，1亩3分地嘛，这是他们之间更大的差别。所以你作为一个画廊主，你需要有信仰，你需要有眼光，然后你还需要我上述讲的那些火眼金睛的能力，好让你可以从一堆玻璃珠里面把那个玉石挑走，然后进而再盘活它、打磨它，让它变得更加光亮。这就是画廊主的核心能力。那现在这些画廊主是怎样？其实现在这些画廊主就不用讲台湾了啦，因为其实国外也是这样。其实现在画廊主他们本质上是怎么样做成生意的？讲很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交友圈，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认识一些人，这些人手上有很多闲钱，可以用10万、100万、1000万这样的数字去买一个其实只值几万几千的东西的人。这就是画廊主他们现在看起来更加核心的事情。所以那国外都是这样了，那国内的情况只会更糟，不会更好吗？那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些买家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买？我们节目很早的时候有一集不是谈到一张画的定价是怎么来的吗？一张画为什么会比一般东西还贵一点点？原因是在于说，我们是拿这张画的买卖来支撑这个创作者继续专心心无旁骛的创作下去，它有硬成本在那边。可是这个模型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张画会卖到几千万、几百万、几亿嘛。就我们看到那些大新闻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嘛？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钱来做这些事情？讲很白了，投资。讲很白的就是投资。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想跟我说，杨立不对啊，有人是真的爱艺术啊。那我这就要反问了，如果你是真的爱艺术的人，你花钱看电影，你买门票进美术馆，你去画廊也还免费，对不对？你可以拍照，你可以印油画复制品，为什么你会要选择花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去淌这趟浑水呢？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爱艺术的人，那相反的，如果这个东西它会增值，你会觉得会贵吗？就嘉信，如果你穿越回去10年前，你会不会砸锅卖铁的买台积电的股票？你会砸锅卖铁的买辉达？会吗？为什么？因为它以后会涨啊。因为它会涨，所以你现在投入的东西是成本，就在这个心态才会产生这一种我们对于艺术品一掷千金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是它背后的逻辑。OK， 那到底有没有人可以靠艺术品投资赚钱？各位藏家，我在这边必须要跟你们讲一句实话，是有的。但是你买的那个作品本身，一定要是一个能够进入历史、足够稀缺的作品，就是这么简单。那你再想想看，要能够走进历史，代表什么？它一定是少数的嘛。那你会不会突然看向我们的艺博会，看向我们满地的画廊，你会觉得这些画廊的数量，这些艺术家的数量多到有点不科学？这一届的艺术界真的是有点过于多元。各位，你想做这种投资，你绝对不应该接触画廊主，
因为这个结构的关系，有90%的人都是会让你赔钱的，让你默默只能吞下那杯苦酒，说，我一定是因为热爱艺术才花这么多钱。那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情况，跟佩斯这一次裁掉艺术家新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要讲就是这些所谓的藏家，他就是那些盲信画廊给他画出来的蓝图的那些信徒嘛。那可以说，佩斯作为101这种高度的抬价者，这当中一定吸引了非常多的信徒去追捧他，用他的资本的能力，让你相信他的选择每个背后都是深思熟虑的、极尽严苛的。但是你真的把它剖开来看，尤其发生这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跟投机商人没有什么不同。那这里面他们的眼光如果不够，那就怎么样？数量来凑。那如果他们的这个学术不够呢？那就是资本来凑。他用这2种方法，数量跟资本，那最后就会发现他签多了，签太多，他签太多了。对，所以你再看佩斯这次用了一个非常企业高管的词汇，说这是一种结构性调整，超级画廊遇到新的一轮结构性调整。但是你把这个结构性调整打开来看，它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说我们现在大环境不好吗？台股已经到达了5万点，然后在美国新兴的科技产业还有 AI 正在高歌猛进，热钱到处流，这么好的光景之下，为什么就你们画廊业遭遇了这种断崖式的这种衰退呢？讲白啦，你们所谓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啊，就是画廊自己亲手吹大又自己搞砸的一场庞氏骗局而已。这种骗局到底是怎么样去行塑的？它的手段到底是什么？第一步，我刚刚讲的眼光不好的这个数量来凑，他们第一步会做的事情就是盲目扩张、疯狂签人。简言之，就是大画廊凭借着他们的资本优势，还有他们的名气号召，很快速的把这些所谓新冒头的、有些潜力的画家全部签下来。第二步呢，制造神话，高位套利。这些人被签下来之后，他们进入了一台电梯，这台电梯要直通101的楼上。就像我讲，如果今天金佩斯身价直接翻涨20倍。与此同时呢，他们在疯狂的制造所谓的这些未来100万大师们。你想看画廊他们这种制造的规模很可怕。他们用自己的名气去制造这些创作者，1年当中10档展览就会制造10位，全世界5大画廊会制造50位，那10年这个世界就会凭空出现500位100万的未来大师。那第3步是什么？供需崩塌，卸磨杀驴。当他的藏家已经把这满满的500位画家买好买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把梯子撤掉，然后告诉他前面说，这些画家我接下来都觉得不够好，我可能就不再合作了，或等等等等等。这就是这一种庞氏骗局的一种方式。那各位不禁可以思考印象派的画家到现在能够完完整整从头到尾的背到完的人少之又少，那么怎么会我们10年的时间都可以让这500位未来的大师们进到美术史里面去呢？所以渐渐的很多藏家就会发现，高价买进来的作品，动辄几千万的作品在二手市场上根本抛不出去。于是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个泡沫在破裂当中。那这时候大画廊在做什么？他们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贪婪与不专业，反而更像是一个冷酷的华尔街资本家一样，把这些所谓的不良资产给结构性调整掉。讲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场所谓大崩盘下的结构性调整里头，画廊的角色根本不是一个努力去硬扛过冬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下的受害者。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当得起始作俑者还有背后主谋的位置。在无脑的艺术产业、无脑的投资、无脑的吹捧、贪婪的画廊以及没有自己审美品味、投资策略的这些藏家的合作底下，他们合力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千疮百孔的艺术界。那我觉得值得提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一波大裁员，它的连锁反应不是只发生在西方，因为台湾是一个国际藏家非常丰富也非常多的一个地方。那事实上，台湾长期也被这些国际大画廊视为一个倾销的这个韭菜地，一个收割地。所以我必须要讲这种崩溃本身就是我们这种盲目投资追捧的结果。可是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很多经济萧条，他们的原因本身很复杂，但我敢说，
这一次发生在艺术界的事情，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OK。那这里是 Painterverse 一贯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画家杨力。那相信看到这边的朋友，一定是很喜欢我们的朋友。喜欢我的朋友，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有一个键很重要，叫热推荐。对你来讲，只是轻轻一按，但对我们来讲会获得很好的一个成果。超级喜欢，可以点超级感谢，我们非常需要各位的支持与鼓励，来继续维系这个频道。OK， 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